各位小情爱大家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这期摩尔派奇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HT DX 系列 DS28 啊，星球大战中的达斯维达。感觉出货之后看一些图片分享啊，觉得还是比较带劲的，然后又买了一个现货。今天呢正好拿到之后开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。外包装这个部分和之前 HT 的星战系列产品基本一样，主要就是这样一个纯黑色，外侧整个大封套拿起之后露出烫金色的这个 Star Wars 欧比旺这个剧集，其实我没看，因为大家说好像有点拉，然后我就没看。好像有点拉。这个剧情方面咱也就先不讨论。这个盒子感觉很大啊，毕竟豪华版本嘛。这打开还是这个红红的啊，惺惺相惜啊，这个师徒很怨念啊。再往里面看，也是很经典的 DX 系列的包装的形式啊，有点怀念。我好久没有玩 DX 系列产品，虽然现在这个 DX 和这个正常的产品好像区别没那么大了哈。不说，直接就猜。说呗，好歹你也算个语言类节目，半个语言类节目。帅啊，很大只啊，比正常人要大。对，它外层穿一层甲嘛，啊，就是半机械的一个改造的状态嘛。海登这个演员本身个头就比较高啊，再加上外层的一些盔甲，所以说整个体积呢相对比较大。造型呢就不多说啊，影史极经典的反派之一。布料的垂感体现的，个人觉得也蛮不错，它也是一个双层的结构，边缘处呢没有铁丝，搭了下来垂感还 OK。内部呢是一个仿皮的质地，加上标志性的缝线，可能有人会觉得它未来会不会爆皮啊什么的，反正在我生活这个北方呢还算好一些啊，不要晒，还是避光保存一下。铠甲部分呢，肩部、头部还原电影中的那样一个质感，灯光下很闪亮、很闪耀的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，不知道沾不沾指纹啊，好像还可以。然后这两边呢，迁就可动，可以向上抬的。好多朋友说这个地方是容易受损，不要就很大力啊，这么给它太周上去啊，给它破坏掉，弄断了就不好了。反正你刚才那么一大劲儿，我感觉讲错了。不至于那么的脆弱啊，不至于那么脆弱。当然，达斯维达这样一个角色呢，基本上也不会做出特别多极夸张的动作。正常 pose 就是有点指点江山那种，肯定不会投降的，不会高举双臂啊。那肯定是的啊。当然，达斯维达这样一个人物啊 ，HT 出过好多个版本啊，1:6、1:4，少说4个到5个。这款的最大的卖点当然是这个头雕部分战损状态下的造型，并且呢露出了半张海登作为演员的角色这个脸啊，帅气的脸庞，虽然看着已经是大骷髅子，这样一个状态下，依然能看到还是挺俊秀的啊，这个五官。只能说能看出来曾经是人类吧。也可以看到这个被劈开之后，里面这个层层叠叠的效果，这个立体的感觉还可以。当然，这个效果呢还是有一些肉，和它一样，这个胸口处这个维生装置也是有被划坏、战损的啊，可以看到有点像烧焦的那个痕迹也有做出来，还是有一些肉。尤其是对比官图来看的话，当然在 HT 自己的产品中，这个战损还是相对中上等比较好一点的啊，和官图或者现在很多其他产品比的话，还是有进步的空间。皮肤的效果还可以，之前被岩浆所烧伤的这个痕迹也有做出来，有些触目惊心的。摘掉上层的这个头盔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再做一点这个分色呀，还原它。去掉头盔之后，里面那些电子啊或者机械的细节，装上来之后也是一个空的后脑啊，我觉得可以补一个后脑勺吧。毕竟之前的星战这个产品也是有刻画出这个后脑造型的，做一个后脑然后给拆除的话，可能更好玩一点。虽然说欧比旺这个剧中没有过多的描述摘掉头盔一些情况，但是本身的设定中有的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往里加一加啊，这是我的个人觉得。调整可动的眼睛，稍微调整一下角度，还是很有神的。尤其它这个入魔的眼睛嘛，做的这个橙黄色或者说有点邪恶这个颜色，还是非常好看，很醒目的。尤其在这个惨白的肤色下，衬托的就更加邪恶。替换头完美无瑕的头盔状态，
涂装还是比较漂亮的啊，比较符合电影中头盔的质感。当然，这个头盔也应该是不带什么拆卸的一个形式的，也是无法展示其中的内构。然后呢，胸口处的维生装置也是有一个替换的全新出厂无损的一个状态。这个是 DX28 会额外有这两个配件。像我这种之前没有购入过达斯维达的玩家，我觉得就可以选这个 DX28 这个版本，可以还原不同状态下的一个形象。在灯光下，这种亮晶晶的效果还是比较带劲。当然，它有一些沾指纹啊，这个需要擦一擦。额外呢，还有7枚手型，当然都是手套的造型啊，除去一些握持的状态以外，还有比较经典的达斯维达的一些手势动作，包括释放原力的，质感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因为它这个手套本身呢，也是一个类似于皮质的那个效果，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褶皱的刻画，还有这个皮质的纹理啊。披风呢也是双层的结构，其实是一个两面的设计啊，一面能看到有战损的痕迹，另一面呢就是全新的一个展示，挺巧妙，但是就会显得这个可能偏厚一点。当然了，我觉得其实可以额外再配备一个带有铁丝的，你可以自由去选择和替换，像之前的蝙蝠侠那样。这就对味儿了，哎，对味儿啊！我还没太这个整理它，这感觉对了啊。帅呀，帅，压迫感，自带音效，感觉就是。然后呢，就是4支光剑，这2枚呢应该是还原剧中的一些桥段的啊。当然我没看过这个就不多说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达斯维达经典的武器造型，额外这个带有后面电线的，是配合它点亮灯效的。自然呢也有配合光剑的特效剑，3支剑刃吧，这个是挥舞状态下的。然后呢是一个普通版本的地台，祖传地台啊，又是这个和钢铁侠下跪的那个地台没什么区别啊，就是一片碎石，没什么可说的。还有一个专属的地台，同样能看到后面呢有一个 Type-C 的接口和开关的设计。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地台啊，其实不用 Type-C 也可以啊，毕竟空间很大，放里几个7号电池啊、5号电池什么的，这个做一个电池仓，我觉得就够用啊。这次的供电方式呢，采用了一个接线盒啊，把后面这个可以看到比较凌乱的3根线依次连接。就像他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一样，他带着售卖器吗？好像是这个挂了个小蜜蜂。然后光剑这边呢，也是一侧握在手中之后，这个线应该是绕到铠甲里面再连接在下面的啊。我这铠甲就是个魔术贴。可以看到铠甲内侧啊，这个上端是有一个松紧带的，要把这个电线从里面穿过去，就只能从这一侧去穿了啊。这边为什么不也加一个松紧带？可能和它这个惯用手有关系啊。不过加一个也无可厚非吧。那不就露馅了吗？馅是肯定会漏的啊。那它这个呢，线就是说露在外面，肯定是要穿帮过来有一根线的，这个是确实不太好看。好像拿了个有线的麦克。对呀。或者说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鱼漂灯啊，就鱼漂电池，一个很细长那个。反正我觉得目前这个形式只能说是一个过渡的折中的一个方向吧。后续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改进的。你这样背着一个小蜜蜂也不舒服。还有个小问题啊，我觉得这个位置铠甲上可以再稍微多一点魔术贴在这个肩部啊，就现在这样不是很贴合。同款配色的充电宝啊，把这个充电宝放在这1周了，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那倒不是，这个线也是同款配色啊，不就是黑色的线吗？因为我也想不到什么特别比这个还好的方式啊，所以我也没法去吐槽它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要比纽扣电池的方式还是舒服一些的。地台灯效呢，也要用一个 Type-C 去连接。这个非常亮，但是还是一个问题啊！你要想让它地台和身体同时亮的时候，你就要拖2根 Type-C 的线在这里，达斯维达放在这里，这就下面都是线。对呀。体验了一下，个人觉得这款产品还是在 HT 中相对比较优秀的一款。一般来讲 ，HT 在做星战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，尤其达斯维达又是星战中极核心的灵魂的人物。亮点在于呢，海登的半张脸以及一个战损的造型。即便你之前拥有过达斯维达，或者是预定了之后的周年纪念的比较完美的形象，也可以去购入这款产品，因为它呢代表了一个欧比旺
聚集中战损的一个效果嘛，和别的还是不冲突的。战损的部分呢，其实在 HT 自己的产品去看的话，也是一个中上等的水平，虽然说和官图还是有一定出入。当然了，在一些细节部分呢，还是可以再加入一点设计，比如说它拆开之后空荡荡的后脑，这个可以理解吧？剧中没有表现出来的 HT 向来就不去做，你做一款玩具嘛，这些还是可以加进去的。我自己觉得啊，灯效的部分呢，其实我毕竟没有什么更优解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式呢，还是算是一个过渡的选择。个人觉得要比纽扣电池的方式持续性上还有亮度上是要更好的，也希望后续在这个灯的展示上能拿出更多更优解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你是星战的粉丝，喜欢达斯维达，我觉得可以去入手，毕竟它是非常独特的一个造型。其实我还订了那个周年的后面的那个，不是一个演员。理由充分了是吗？对对，等那个到货之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。然后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